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一提起炸鸡呢，相信大部分人都会直接联想到它鲜嫩多汁的肉质、金黄酥脆的外壳和冬天一口咬下去热气腾腾的满足感。然而，现代社会流行的炸鸡品种和最初最原始的炸鸡配方还是有蛮多的不同之处的并且在它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还隐藏了一段惨痛的血泪史。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讲一讲炸鸡的历史。首先，关于炸鸡的起源，早在公元4世纪的西方世界就已经有了正式的书面记录。在罗马的一本名为 Abicius 的食谱中，就记载了一种叫做 Pulum Frontonianum 的炸鸡配方。粗略的翻译一下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配方：将一只半熟的鸡浸泡在肉汤的卤汁中，混入油，加入各类的调味料后，将鸡在肉汤中烹制完成。烧好后，将鸡取出并装盘，浇上酱汁，以浓缩葡萄汁增色，并撒上胡椒，端出。这就是有书面记载的最古老的炸鸡配方。虽然和现在流行的炸鸡做法相比，这个古老的做法更偏向于烹煮类技法，但是它依旧是大家公认的最古老的炸鸡配方。而除了这个配方以外呢，在这本古罗马食谱 Abicius 中还列举了一些其他的通过油炸或者煎来烹制鸡肉的配方，比如说古罗马鸡块、努米底亚烧鸡、炸鸡配白酱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这本食谱来一探究竟。而在我国有记载出现过炸鸡的书籍中，最著名的就是《红楼梦》了。在《红楼梦》第43回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贾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才你们送来的野鸡崽子汤，我尝了一尝，倒有味儿，又吃了2块肉，心里很受用。王夫人笑道：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算她的孝心钱，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她。贾母点头笑道：难为她想着，若是还有生的，再炸上2块，咸浸浸的，吃粥有味儿，那汤虽好，就只不对稀饭。凤姐听了连忙答应，命人去厨房传话。从这一段故事的描述中，我们就能明显的看出，在曹雪芹笔下的那个时代里，炸鸡在富有的家庭里是一种蛮常见的食物，油炸也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烹饪技法。只是很可惜我们没有机会能够真实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炸鸡到底吃起来是个什么味道。那么说起现如今大家最熟悉的炸鸡配方，它的出现可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美国南部了，而且这段历史从开始到结束饱含了黑人的血与泪。从17世纪开始，大量的欧洲殖民者来到了美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这片空旷但富饶的土地上开辟了种植园和农场，生产高利润的烟草、棉花、玉米等农作物。这也就使得这些殖民者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日渐增大，于是看到巨大商机的西方商人们开始在非洲大肆捕捉黑人，并且标上奴隶的标签，公然交易。很快就有大量的黑奴被源源不断地运往美洲，为种植园和农场提供廉价劳动力。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大西洋黑奴贸易。有人曾经统计过，在残酷的奴隶贸易中，但凡有1个黑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就意味着会有5个黑人因为受虐、疾病等原因在路途中死去。并且
为了能够持续地降低劳动力成本，殖民者们还会把所有黑人的后代也一并定为奴隶身份，成为可以任由主人处置的私人财产。当时的黑奴日日夜夜都要辛苦劳作，大部分人一年四季都只能靠土豆和玉米来填饱肚子。偶尔幸运的话，能够捡到农场主丢弃的边角料，比如说动物内脏、鸡脖子、鸡翅、猪蹄等。很快到了18世纪时，不少来自于苏格兰的殖民者开始意识到，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似乎更加适宜农作物生长，也更地广人稀，于是便纷纷迁往美国南方地区生活，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黑奴。而这些苏格兰殖民者一直都有吃油炸食物的习惯，无论食材是什么，只要炸过就能吃得很开心，一年365天都吃不腻。很快，得益于它方便快捷且能量极高的特点，大量的黑人奴隶也开始爱上了这种特殊的来自于西方世界的简单食物。可是他们能够油炸的食材却是相当的单一。由于分配给黑奴们的生存空间相当的有限，在一个个圈出来的小小田地中，黑人们唯一能饲养的动物就是鸡了。因为在所有的家禽中，鸡的价格最便宜，也不会像猪和牛那样需要大量的空间来活动，并且当黑人出去劳动时，鸡也可以自己觅食，省时又省力。但就算这样，黑人也不能经常吃到鸡肉，他们常常会把鸡和鸡蛋拿去交换其他物品，或是直接卖钱，为自己一点一点地积攒赎身的钱。因此，只有在重要节日或者过生日时，黑奴才会用手边仅有的原料为自己和家人做一道炸鸡大餐。他们会将鸡肉用从西非带来的辣椒粉和香料腌制，并裹上面粉，放进油锅里炸得酥脆。这就是最早的美式炸鸡了。此时呢，炸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负面含义，反而很快成为了一种人人都爱吃的快捷食物。在18世纪，有不少的黑人厨师会常常为庄园主和他们的客人提供炸鸡，这也是当时的黑人们表达尊敬和喜爱的方式。在南北战争时期，热情的南方黑人就像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北方联邦军，烹饪过不计其数的炸鸡。但随着南北战争结束，奴隶制也被废除之后，事情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了。当时不少的南方殖民者和白人迫于新制度的威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奴隶都被释放，束手无策。种植园和农场呢，也很快由于失去劳动力而无法经营下去。无助和愤怒的情绪无处发泄，这些殖民者便很快将怒火发泄到了黑人身上，把黑人恨到了骨子里。南北战争后，刚刚被解放的黑人还是很贫穷，不少人依然要从事底层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也就使得那些西方白人对黑人的恶意表达得更加赤裸裸。黑人在地里种西瓜，白人就画出黑人小孩啃西瓜的模样，并且大肆嘲讽。黑人习惯在节假日时吃炸鸡庆祝，那么白人就将炸鸡贬为粗鲁的食物。1882年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赤裸裸地描述了白人对黑人和鸡的歧视。文章是这么说的：黑人和鸡拥有很多相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暖色调，都会在不合时宜的场合下放声歌唱，都会一直不停地吃东西，而且分量毫无节制。当时呢，也有不少的白人演员还会在剧场把脸涂黑，在电影中扮演黑人，在议会上脱鞋翘二郎腿，大啃炸鸡。在反复的嘲讽和渲染后，
炸鸡、西瓜、玉米、面包等南方黑人的传统食物，很快便成为了典型的黑人食物。炸鸡也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饱含种族歧视意味的食物。1997年，著名的黑人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在参加美国大师赛时，电视台记者专门采访了上届的冠军得主福兹·佐勒尔，询问他对于这位黑人选手的看法。采访中，福兹说：“他打得很棒，让人印象深刻。那么你知道他待会儿过来的时候你们该干什么吗？拍拍他的背，祝贺他，告诉他明年不用再给别人送炸鸡了。”就这样，叱咤球场几十年的老虎伍兹被白人轻描淡写地贬低了一番，并且一个脏字都没有用。十几年过去，2013年时，又有记者采访西班牙球员加西亚，问他是否会邀请伍兹一起吃晚餐。加西亚回答道：“我们每晚都会邀请他来，请他吃炸鸡。”要知道，这时距离南北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148年了，对于黑人的歧视却还随处可见。黑人历史学家 Michael Twitty 曾经在一次报告中说，炸鸡等黑人传统食物是黑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参与构筑了今日的黑人群体。先人的文化通过食物无声地代代相传，面对它，了解它，接纳它，你才能拥抱真实完整的自己。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热爱炸鸡的白人厨师也开始从黑人的传统做法中获取灵感，不断地研究改良自己的炸鸡配方，为食客们呈现出更加美味、饱含热情的鸡肉。我相信，如果所有人都能抛开偏见，平等自由地一同享受多汁、酥脆、咬下去就会嘎吱作响的炸鸡，那么还有什么歧视放不下的呢？这才是炸鸡这种灵魂食物存在的真正意义吧。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